买房对中国人来说呢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恶化，昔日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也是一片哀嚎。昔日争相买房的民众正在面临着不得不卖房止血的困境。前天刚刚过来交易，840万的房子把它卖了，宝安中心区核心地段才卖了600多万，一共亏了400万的。之后我那个房子我才拿回来7万块钱，每个月6万的月供啊，实在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。今天在这里来亏几百万，我也把这个房子把它卖掉了，因为我现在睁开眼睛我赚不到2000块钱，我现在压力非常大，而且现在这房子是欠了银行3倍的杠杆，而我每天都是下跌，也是3倍的杠杆在下跌啊。它现在每天不止跌几千块钱呐，按照这样跌幅，可能我感觉一天至少要跌1-2万。现在我要还月供，我也赚不到2000块钱，我感觉再不卖的话，我感觉马上就要变成负资产，而且我肯定要卖掉之后还要倒还银行100-300万，那我觉得我就是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。好在今天把这个房子卖掉，我再还给银行50万，就2清了，我就可以安稳睡个觉了。这么多年的打拼啊，全部都化为泡影了，首付没有了，所有的月供也没有了，还要倒还给银行50万才能把这个房子2清，但我也下了决心要必须这么做了。这名深圳男子在事后流泪说：“800万的房子就卖了7万块钱，没有办法，面对父母亲，一家人6个钱包，打拼这么多年，在深圳买了一套房，亏了300-400万，这么多年努力都白费了。孩子上学，也不知道怎么没有房子也上不了学了。老婆因为这个事情要跟我离婚。”福建省厦门市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中心城市，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。如今呢，厦门的房价也是持续下跌。200多万的房子现在跌到什么程度了？2017年的5一，我们花了220万在厦门买了套100平方的房子，单价2.2万1平方，首付了60万，耗尽了父母积蓄，剩下160万，办了30年的商贷，利率4.1%，月供6000多。当时想的买小三式的，适合接父母养老，又能坐等升值，这户型当时特别抢手，谁料才2年，同小区120平方的房子，挂牌价才120多万。20年业主掏空了全家底儿，花了1180万买了新景国际外滩的房子，哪想如今房价暴跌，房子市值只剩下700万了。中介说还得再降50万才有人接盘，银行贷款还有830万呢，每个月的月供大概3万6左右，还了将近3-4年的利息，总共还了130万左右，首付加税费500多万已经打水漂了。现在房子卖掉还得倒贴银行180万，一共亏了将近800万左右了。无奈的业主表示，银行不把利息调到2.5以下，只能让银行把房子收去做法拍。中国房价暴跌，这让那些昔日怀揣着美好梦想的民众拼尽全力买的房子，跌到了他们不敢想象的程度。我燕郊的房子从4万5，那天我一看法拍房5000多，就剩10%了呀。那套房子还是我们皓月小区的，我真的是想不到，我这个北漂了那么久。真的想不到，我们也是砸锅卖铁呀，不容易。你以为几百万一套的房子是说买就买的吗？3万多跌到了不到1万呀！刚才呀，我去中介那儿一看，哎呦，房子又跌到8000多呀！哎呀，那中介还问我呀，我的房子卖不卖？他还跟我说，你房子不卖，你更跌。我感觉这房子要砸手里了。我19年128万买的房子，5年返利，1天没住过，精装修，现在跌到了4折。这条件要是放在几年前，我估计早上挂，下午就能成交。现在挂了好几个月了，开价全是捅刀子的，65万、60万、55万，房价这么不值钱了吗？剩下的房贷都没办法覆盖，你说让我怎么卖？根本就不可能卖得出去。主要是卖了，我拿什么钱去赎楼，是吧？我这80多万贷款还在那儿呢。但是中介呢，还是一个劲的劝我哈，说这房子目前就值这个价。他说这话真的是雪上加霜。我那房子巅峰时期能值个1000万，如今直接腰斩，只剩500万了。当时好多人还不相信了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
这就是当下深圳楼市的残酷现实。在深圳还有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房价，你们敢信吗？现在180万就能买到一套3房1厅，听到这价格，估计很多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。这是安徽省合肥市一名女业主的遭遇。我一套150平的房子，好小区、好地段、好学区，精装潢，拎包入住，挂价300万，挂了快3年了，从300万开始一直降，价格一直往下调，直到上个月变成200万，这个月变成180万，至今无人问津。一开始还有人去看一看，然后就是来砍价，最初有人砍到250万，我没有答应。现在想想呀，我不就是那个250吗？这名业主的房子后来被一对小夫妻还价130万元，他感到很无语。尽管中介劝说房子还会跌，但他说不卖房子了。在当下的中国，业主们高价买的房子狂跌的例子还不少。下面是江西省南昌市房价跌幅超高的一个小区。这绝对是南昌跌幅最高的小区之一了，从11000多降到了3000多，1平方降了将近8000。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啊，大部分买房的业主亏损妥妥都在100万以上了。2019年在这个小区买了110平房子的，当时总价花了120多万。现在呢，房价已经来到了5000一平，有的甚至3000就已经对外出售了。当然呢，可能是一些天地楼楼层不好，那这里的房子啊，入住率是真的低，基本上都是高层，一套房子亏了有多少呢？1平方跌了7000，一套房子按100平算，跌幅将近70万。再算一下房贷，按贷款80万算，每个月还4000左右，现在利率降了，也需要3500多，房贷接近还了29万，利息就已经高达了22万，所以一套房子亏损92万，再加上贷款、房等等的一些费用，包括契税、维修基金，大概亏损的话将近都在95万，真的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就连曾经堪称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，很多人也在房价一路跌惨后选择卖房。不得了啊！一夜之间，整个上海都在卖房子，10个里面有9个都在挂牌。现在也不会有人问你房子买在哪了吗？只会问你的房子卖了没？你有房子都好像变成了笑话一样。整个上海啊，有16万多套的挂牌量，每天呢还在大量的新增大几百套。真的想卖的业主啊，说真的，一降再降，房子依旧卖不动，库存越来越多。这要是在几年前，这种现象哪敢想啊？业主啊，真的别固执了，如果你真的想卖，趁早卖了。从前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时候，人们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还能保证每个月房子的月供。但是随着经济恶化以及失业潮来临，月供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沉重的负担。在上海啊，现在好多人呢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甚至连3-5千块的现金啊都拿不出来了。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情。我不是在上海做贷款吗？我有一个客户啊，他的房贷呢已经逾期3次了，现在每个月大概3000多的月供，还有几张信用卡呢是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。在电话里他一直在跟我抱怨，他说每天接到的电话就是催收电话，现在不管是谁打来电话他都以为是要来要钱的，内心都快崩溃了。然后他告诉我说，现在兜里边呢连2000块钱的这个钱啊都掏不出来了，这到月底又要还房贷了，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是感觉现在很迷茫。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在电话里跟我哭了10来分钟。也有些曾经光鲜亮丽的人，在这种经济寒冬的大环境下变得一无所有。公司破产，房子抵押，家也散了，现在的我真的是一无所有。我是88年的，今年37岁，没结婚，没有孩子，曾经也是光鲜亮丽，后来变成了人人嫌弃的负债人。我负债了70多万，我从小县城努力了很多年去上大学，父母也拼尽他们的全力一直给我最好的生活。我努力的走好每一步路，却始终觉得自己能够赚大钱，然后就贷款借钱做了实体店。我从出生到33岁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创业，可是没想到有一天我却因为这个不仅仅存款全无，还负债了70多万。这时候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也瞒不住了，妈妈拿出了她这辈子省吃俭用攒的12万块钱，让我先去还一部分，说剩下的她去打工，我们一起还。而北京、上海不少比较经济实力的人受不了经济下行的行业内卷，纷纷选择移民。受不了内卷，北京、上海人集体移民。
这就走了60多万人，因为忍受不了内卷和发展瓶颈的北京、上海人都在集体办理移民。中国人在承受裁员潮、失业潮的同时，还要还房贷。有些人实在是还不起房贷了，不得不选择断供。这是一名杭州业主的遭遇。今天是我断供的第一天，银行给我发信息了，说是根据征信业的管理条例，如果我不还房贷的话，后面我的征信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这是我还房贷11年时间以来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息，之前从来没有断供过。即使从2021年到2024年期间，我和大多数购房者一样，因为房价下跌、投资失败、失业等原因，导致不得不选择断供。房子一时半会卖不出去，不仅没法变现，还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和信用受损。在此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在购房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。而有些底层民众，甚至连自身温饱都成问题了。搁这干嘛呢？吃破烂啊！我说你罚你5块钱。我没有钱。这垃圾箱我承包了，罚你5块钱。5几个钱我都没有。你平时怎么吃的？这样吃。捡着吃。哎呦，这你捡的啊？这捡的管吃吗？我都吃都能。卖点钱，我卖了这30块、15块钱。那你怎么生活呀？都全是捡着吃。全是捡着吃啊？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当中，70、80岁的老人本应是过着享受天伦之乐、儿孙孝顺的日子，更不要说出来捡废品度日了。而视频中的老奶奶竟然靠着从垃圾箱里捡吃的维持生活。其实呢，这也不是个别的现象，在中国城市里，有些人的确要靠在垃圾桶里捡吃的来度日，而这也是对中共经济光明论的巨大讽刺。其实那些背负着沉重房贷的人们，大都是城里的精英人群，他们曾经有着稳定的工作、高额的薪水，才能依据自身经济实力去买房。但当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把全家人的希望和积蓄都投入到虚高的房价当中，等来的不是房产无限度的升值，而是一路的狂跌。而这些各行业的精英们也面临或遭遇着降薪、裁员、老板跑路的冷酷现实。有些人即使狠心卖房，也要倒贴银行一笔钱。这些年的辛苦打拼都打了水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尽管中国一直高喊着稳楼市，出台一系列所谓的救楼市政策，但是这些空话却抵挡不住房价的一路狂飙下跌，只能让那些曾经对中共保持幻想的中国人不断地变得清醒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